啊，菲儿的表现大出黄渤的意料啊！随杨元帅同萧天佐作战，每都和宗保冲锋陷阵。虽说杨元帅战败，可菲儿却受到了众人一致夸赞。太君回来告诉本王，本王高兴得不能自已呀！哎呀，哎，你来不光是打探你哥的吧？我是来打听宗保，是不是啊？啊？他还好吗？好，不愧为先锋将官，他一马当先，有万夫不挡之勇。啊，黄渤，知道你为他担心，可有菲儿和那些婶婶护卫左右，不会有事的。哎呀，可惜你俩命中无缘，黄渤也为你们惋惜呀。黄渤，桂英比我出色，她和宗保缔结连理，乃是天意。只是不知为什么，疏影这心里总是放不下他。哟，郡主，姑姑，皇兄，公主也在啊。啊，疏影向本王打听宗保的情况。疏影真是个好姑娘。是，郡主，请坐。哎，郡主来有何事啊？既然疏影也在这儿，我也不避讳了。桂英挂帅，皇上不允大臣反对，我倒是有个主意，想请教一下皇兄。请说。既然困难重重，不如推荐宗保。我想推荐宗保，这皇上应该可以应允，大臣也不会激烈反对。我知道宗保的才能不及桂英，可是这也是没有法子的法子，而且有桂英辅佐，宗保一定能战胜萧天佐。哎呀，军中大事由元帅决策，两人商量，效果未必好。可是桂英挂帅，困难重重，这个时候让宗保执掌帅印，也不失明智之举呀。皇兄，如果觉得我说的有道理，就向圣上推荐宗保；如果觉得不妥，就全当皇妹没说。哎呀，可怜天下父母心呐！望子成龙可以理解，可郡主的建议，给黄渤出了难题呀。黄渤有何打算？难道真的向父皇提议？黄渤觉得宗保他的才能与桂英比如何？当然不如。既然这样，就不必向父皇提议。哎呀，可是现在穆桂英挂帅难度很大，他挂不成帅，其他人还不如宗保呢。黄渤不是说辅佐效果不好吗？难道还有更好的办法吗？只要用心，没有干不成的事儿。黄渤，您看这样行不行？哎呀，到底该谁挂帅？
本王以为还应该看天意。圣上之前提过，实在没有办法，就以裘千来决定挂帅之人。他深信云居寺智慧大师的指点。八王爷，佛祖并非真能保佑大宋啊。皇妹也觉得事在人为，挂帅这么大的事，靠抽签决定，是不是太草率了？可圣上拿不准主意，众大臣又议论纷纷，本王也不知道谁的建议好啊。既然皇兄建议问签，那皇妹也不好再说什么了。八王爷，真要去云居寺吗？圣上，臣向您请罪了。皇兄不必了，不必了。朕知道你为咱们赵家操心了。昨夜，臣一直未能入睡。哦，思来想去，臣体会到圣上的不易。知道就好啊。既然圣上还下不了决心，不妨尽快去云居寺。哎，您知道太祖太宗在的时候，每当出战都去云居寺求签，而且极准。太祖的时候，我军与萧天佑交战，云居寺的慧智大师说，太祖尽可放心，结果我军大胜。太宗在的时候，我军又与辽军作战，慧智大师说，胜败乃兵家常事，太宗不信，结果宋军大败，杨基业壮悲而死。杨延昭出征之前，朕已经去过庙里了，也求过签了。慧智大师说，一定要找到降龙墓。降龙墓找到了，可杨延昭又辞了帅，到底谁能挂帅？圣上，不妨再去一趟。是。圣上，老衲已等候多时了。大师何以知道朕今日到此啊？冥冥之中自有安排。杨延昭出征前，朕来求过签。大师说，朕需得到降龙墓。如今朕得到降龙墓了，却不知所措了。老衲以为圣上心中自有打算。可是现在大宋江山面临着危机，朕实在不知道如何做方能万无一失啊！这事儿关系着大宋的命运，要不圣上就不会再次亲临云居寺了。破茧降龙军中帅，原是神木女主人。神木之上双龙巡，南飞中原驻天门。破茧降龙军中帅，原是神木女主人。原是神木女主人。慧智大师所说的可是穆桂英？顺其自然，便能水到渠成。慧智大师这几句话说的已经很明白了。欲破辽军，必须降龙墓。挂帅之人，就是降龙墓的女主人，木柯寨的穆桂英。谢慧智大师。哎，慧智大师，那接下来朕还需要注意什么呀？哎，您就一口气告诉朕吧。圣上要留心的，唯有信任二字。信任？朕该信任谁啊？
大是大非。大师这句话又是玄之又玄，请您明示。圣上不必担心，关键时刻自会有贵人相助。贵人？谁是贵人啊？报！报！禀报圣上，汴梁城内有不少地方都贴有蛊惑人心的字报，末将已将这些字报带来了。呈上来。严延昭为了控制兵权，打了败仗还让他儿媳妇穆桂英挂帅，佘太君也跑到汴梁来逼迫朕呢。无稽之谈。自古也确实是没有女人带兵打仗啊。正合了宫里面大臣的话，我大宋真是没有男人了。城中情况如何？城中谣言四起，居民议论纷纷，不少地方还发生了骚乱，城中人心惶惶。速回皇宫。是。娘，为何如此惊慌啊？你坐下。娘，出事了。你们下去吧。娘，桂英挂帅，不但圣上大臣反对，现在连百姓都群起而攻之。如果我们强行而为之，是不是不太明智啊？现在唯一可行的就是推荐宗保了。您怎么还犹豫呀？老身在想，百姓如何得知桂英挂帅的消息？没猜错的话，乃奸臣所为。越是这样，老身越要推举穆桂英。娘，如果咱们这样做的话，不但起不到作用，还会惹怒圣上。您三思啊。圣上，您可知道自报和谣言是何人所为啊？臣没有猜错的话，是亲辽内奸干的。他们的目的就是想阻止穆桂英挂帅。哦，朕知道了。可是城中的百姓们反对，朕也不能封他为帅了。圣上，可是你想过没有？城中百姓的想法就是我大宋百姓的想法呀。可是穆桂英是目前最合适的人选。记着，民心不可欺呀。娘，看这个。真好看啊！奶奶，八王爷刚刚让人捎来信，说穆桂英挂帅乃是天意。八王爷和圣上去云居寺求签，慧知大师说只有穆桂英才能救大宋。大师说了些什么呀？上一回圣上去云居寺求签，慧知大师写了2句诗。你烧火的丫头还这么酸文假醋的。那2句诗是：神木之上双龙遁，南飞中原助天门。台风，这2句诗我们都知道，我们想知道这回说了什么。破茧降龙军中帅，原是神木女主人。破茧降龙军中帅，原是神木女主人。快备马！遵命。
圣上驾到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众爱卿平身。谢圣上。城中之事，想必诸位爱卿比朕了解的多得多。朕今天在这儿，也想听听你们有什么见解。圣上，老身拜见圣上。太君免礼。谢圣上。圣上，城中出现的自报代表了民生，女人挂帅确实是千古奇闻。微臣以为说得深刻而合乎情理。大家想一想，自古到今，打仗都是男人冲锋陷阵、驰骋疆场，也就是说，女人在军中无法立足。拜穆桂英为帅，着实荒唐。是，老太君力荐穆桂英为帅，微臣不解，众大臣也不解呀。老身也是女流，当年老身率军1000万，绝不让须眉。那时，你等在何处啊？老太君，您别忘了，当年您只是辅佐杨令公，并不是以您为帅。不是老身挂帅，可是老身也不是狐假虎威，是凭自身的本事，赢得了众人的尊重。圣上啊，如今大宋已找不出挂帅之人了，为何就不能让女人执掌帅印呢？圣上，谁说大宋找不出挂帅之人？能臣武将比比皆是，哪一个都强于山村丫头穆桂英。既然人才济济，为何要选我儿杨延昭呢？不能因为杨延昭3败，就说大宋只能让穆桂英为帅。大宋还有能人，不过我们尚未推出。圣上，本将军就是不服这小小女子穆桂英。按我的资历和能力，都优过这山村丫头。如果本将军挂帅，一定比她强10倍，甚至几十倍。老身问你，拿你的武功，韬略跟宗保相比如何呀？本将军与杨宗保的武功不相上下，只不过杨宗保是杨元帅之子，所以才抢得了这御疗先锋之职。将军说的话言过其实了。老身没记错的话，前不久你跟宗保比过武，宗保一枪把你挑落马下，可有此事啊？你又和宗保在演兵台上推演阵法，宗保轻易就把你给击败，你连宗保都不如，还看不起穆桂英，岂不是太高看自己了？圣上，老太君光说他孙喜厉害，又强词夺理，本将军就不服他。如果推荐他为帅，大宋真是无男人了。不过本将军在这里敢说，他能和萧天佐抗衡，那么本将军就能胜过萧天佐。徐将军勇气可嘉呀！你可知道萧天佐大败我军靠的是什么？靠的是阵法。他那天门阵一共有108个阵法，阵阵变幻无穷。你想破解他的阵法，首先得精通阴阳五行。请问徐将军，你懂得阴阳之术吗？你连阴阳五行都不知晓，你还能同萧天佐对阵？笑话！少老太君，你不必激怒我等。你说你的这个孙媳妇穆桂英，
可以担当元帅，我们都不服。圣上，我们想和穆桂英比试比试文韬武略，请圣上出题，我们以示高低。对呀，对，圣上出题吧。当下我军和辽军犬牙交错，前方战事10万祸及，哪儿还有时间招来穆桂英和各位比试啊？来不及了，前方战事不等人呐！请圣上明察呀，圣上。圣上，别看群臣围攻佘太君，但臣认为佘太君言之有理。他从前方回来，知己知彼，圣上当早做决断。朕从云居寺回来，曾有过封穆桂英挂帅的念头，但群臣百姓情绪激动，朕就打消这个念头了。圣上，朕相信佛祖，但你想想，佛祖从来就没有真正保佑过大宋，但是群臣和百姓却能动摇我大宋的根基。是，朕也承认穆桂英天资聪颖，选穆桂英为帅是一步险棋。毕竟选女人为帅，闻所未闻呐。人家问得好，难道我大宋就没男人了吗？可是，朕知道皇兄想说什么。我们选个将才为帅，可能使我们雪上加霜，但我们还有回旋的余地。但是，假如穆桂英挂帅失算，那么群情激愤，我们便会陷入内忧外患之中，大宋江山岌岌可危啊！可是大宋真的无人呐。是啊，所以朕不能提穆桂英挂帅。自古无女人挂帅，自古无女人挂帅。圣上早日罢穆桂英的兵权。圣上，天意不可违呀！连百姓都反对穆桂英挂帅，当务之急是要选出新的元帅。启禀圣上，微臣以为在选出新元帅前，圣上该下圣旨澄清未拜穆桂英为帅的事实，以平息汴梁骚乱。圣上，两位大臣说的极是，宫门外百姓越聚越多，有可能引起城内动乱。如不速速平息内忧外患，将不可收拾。朕这就拟旨澄清。来，你来拟。是。娘，城中现在已经越来越乱，穆桂英挂帅之事已传得沸沸扬扬，百姓们甚至要到皇宫门口去请愿，让穆桂英交出帅印，并请皇上火速立新帅呀！这个局面，老身早已经想到了。策划阴谋的奸臣，真可谓凶险歹毒。可是现在那些人马上就要到皇宫了，这如何是好啊？你们二人速速前去，把汴梁所有殡仪店的白帐白花全都卖空。这，快去呀！是。哎，你看大家怎么挂着白着了？这睡死了吗？啊，这是用死是哎，他们家谁死了呀？夸张了啊！这是不是谁战死了？再高点儿！这天波府怎么挂起白帐？是不是杨延昭或者杨宗保战死了？不会吧？哎，听说杨家死人了啊！这可是大事啊！
大家都过来，过来！听我说啊，如果杨家人战死了，那辽军打到汴梁就用不了几日了。那怎么办呢？这怎么办？走，咱们去问个究竟。走。报！圣上，宫外请愿的人走了不少。走了不少？是圣上。他们怎么轻易就走了呢？是不是叫人去了？奴才派人去跟踪，他们去了天波府。啊？去了天波府？去天波府干什么呀？他们说在天波府外挂满了白帐。挂满了白帐。哎呀，这是看怎么挂白帐呢？是啊，你看那杨家人关系到汴梁和咱们的命运，这事咱们可得弄清楚啊！是啊。哎呀，是不是要战死？哎呦，老太君出来！老太君，这会是谁呀？老太君。老太君，小人们本不该多问，但是这白帐是为谁挂的？是不是哪位将军又驾鹤西归了？杨家人真的没有为国捐躯的？这是事先为我杨家挂的。事先？老太君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百姓和大臣们都反对穆桂英挂帅，可老身认为，除了穆桂英，已选不出能与萧天佐匹敌之人呐。如果让其他人为帅，我军必然兵败，汴梁肯定被破。啊！这怎么办呢？哎，天波府的人都会战死啊！老身呐，怕来不及处理后事，就事先买来这些白帐、纸花挂上。原来是这样。老太君，我们都相信您，可是您真的觉得除了穆桂英，大宋再也选不出挂帅之人了吗？可是穆桂英那一介女流，不光我们和朝中大臣不服，就算前方的将士也肯定不会服气的。就是啊。是啊。穆桂英在前线已显示了她统兵之才能，将士们对她抱有众望啊。不尽人意的是汴梁却人心惶惶。如果你们还相信老身的话，老身就劝你们不要听信那些谣言。对，不能信那些谣言。佘太君，你虽然劝退了那些请愿的百姓，可你在天波府挂出了白帐白花，你这是逼朕就范呐！让朕非得推这个穆桂英挂帅啊！老身岂敢逼迫圣上？老身所作事出有因。如果圣上和众大臣到了前线，见识到萧天佐神奇的布阵用兵，就不会认为老身夸大其词，耸人听闻了。你们不是说大宋找不出一个挂帅之人了吗？今天朕就告诉你们一位。谁呀？不错，朝中的确没有挂帅之人了。这个人在朝外。呼延赞。哎，呼延老将军不是去世了吗？呼延赞老先生隐姓埋名，在白云观精心修炼，身体壮硕。那个叫萧天佐阴阳八卦的人，正是他的师兄。呼延老将军文武兼备，当年他和杨令公是父皇的左膀右臂。杨令公归天后，呼延老将军率军保护着大宋的边疆。你说他是不是挂帅之人呢？可是，呼延老将军能出来挂帅吗？朕也在思虑啊。无论如何，穆桂英是比试出来的。朕虽然事先派人给呼延老先生打过招呼了，但是他能不能出来和穆桂英一试，嘿嘿，还得靠您老人家了啊！哼，跟着们，
八仙王啊，圣上。呼延老先生和萧天佐打了胜仗之后，太宗就罢免了他的兵权，他愤愤地离开了厅堂。朕派人去劝说过几次，他都不肯下山。你去劝说啊？可微臣听说，呼延老将军脾气暴躁，未必会给臣面子。是，他心中一定是有气的，但据说他还在研究兵书，关心战事，他有可能出山。你见着他，跟他说明太宗解除他兵权的缘由。呼延老将军忠心耿耿，想必他想得通，啊？好。你这满身杀气，哪像修炼之人呐？还是下棋吧，下棋，修身养性。哎呀，没想到你又赢了，师弟。自你进了道观，我就没有胜过。你说这是为何呀？师兄啊，其实咱俩的差距不在其内，而在其外呀。其外？师弟戍边多年，与辽军对阵百战，练就了一副统揽全局的心胸啊！你是说，师兄没有全局观，贪图小利？非也，师弟不敢。师兄的出手也都是大手笔，只可惜对全局的把握略欠火候啊！哎，我是胜不了你了。哎，可是我的徒弟萧天佐定能胜你。萧天佐，师兄啊，这传艺收徒，首要是想好目的。你怎么能收下一个外族的后代萧天佐呢？哎，萧天佐并非邪恶，他也是想让自己的同胞过得更好。不错，可是就没有别的办法过上好日子了吗？今天打，明天好，好好坏坏，宋辽战事一起，让这么多百姓流离失所，无家可归，何必如此？唉，这一点，师兄当时没有想到啊。所以，师弟正在犯愁呢。昨天朝廷来人，就是想请你出山。皇上先来摸摸底，我还没有答应他呢。可是，师弟知道他不会罢休。你真想出山？不用师弟，朝廷没有和萧天佐博弈之人呐。我那徒弟已经掌握了阴阳八卦的变化，用兵绝不在你之下。既然师兄这么说，师弟就更想和他博弈一番了。哎呀，师兄现在不愿看到厮杀呀！哎，来，下棋，下棋。道长，有朝廷要人拜见。八仙王。
呼延老将军，哎，贫道早已离朝多年，再称将军，岂不乱了名分？呼延道士身体可好？好啊，比20年前还好，道观清净。不像朝廷，又勾心，又斗角，伤心劳神呐。你既然来看望贫道，就在旁边看齐。如果有事相求啊，贫道劝你请回。来，我陪呼延老道士下棋。哎，八王爷请。不过，八王爷，我这可是一局败棋呀。哦，那贫道就失陪了。贫道以为自己的奇技已经达到了无人匹敌的境界，没想到啊，你8000岁还是赢了贫道一目啊！呼延老道士棋法求进，大棋观其强啊。晚辈棋风不温不火，呼延老道士掉以轻心了。既然你胜了贫道，贫道就不能演8000岁出关了。晚辈不再绕圈子了。前方战事10万火急，为了大宋，为了黎民百姓，圣上派微臣来恳请呼延老将军出山。你们道家历来提防武将，需要的时候为你们冒死厮杀，不需要的时候就剥夺兵权。没有兵权，谁来练兵？不练兵，岂能戍边呢？不但没有远见，而且是无情无义呀！呼延老将军只说对了其一，远在春秋战国，近在五代十国，哪一次动乱不是武将握有重兵引起的？太祖太宗削弱了武将的权力，不是为了赵家私利，而是为了社会安定、百姓乐业呀！削弱了武将的权力，是大宋兵力衰弱，才有了今天辽兵的进犯呢。不错，这是其中的原因。太祖太宗片面地汲取了诸侯割地的教训，重文抑武，才屡遭辽军侵犯。通过这次教训，圣上已经反思，相信圣上以后会处理好此事的。大敌当前，不是讨论那事儿的时候。本王待圣上请求呼延老将军出山。也好，你回去禀告圣上，如果拜我呼延赞为帅，明晨我就去觐见。圣上当然想拜老将军为帅，可是现在有一人和老将军相争。哦，谁呀？穆桂英。怎么是个女娃的名字呀？是个女娃，她是杨延昭之子杨宗保的夫人，穆克寨穆羽之女。哦，穆羽。穆羽过去和老夫是至交啊，也听说过她有一个小女儿。可是，一个女娃怎么能和老夫争帅印呢？穆桂英可不是凡人，她武艺高强，精通兵法，对阴阳八卦也很有研究。她先后战胜过杨宗保、佘太君和杨延昭。现在她在边关，虽为正式挂帅，却在统领大军。
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一个女娃可以带兵呢？再说了，那萧天佐也不是等闲之辈呀。正因为如此，圣上和群臣才盼望您前去和穆桂英比试，捧得帅印。嗨，比什么比呀？他见到老夫也就不战自败了啊！报，圣上，呼延老将军到。好，快请，快请。是，宣呼延将军觐见。呼延赞，拜见圣上。哎，老将军平身，平身，平身，平身。谢圣上。诸位还不赶快拜见呼延老将军啊！拜见呼延老将军。好。老太君，一向身体可好啊？多谢惦记。有呼延老将军和天伯府助阵，何愁大宋不胜啊？我和老令公情同手足，亲如兄弟。这次我可当仁不让了。大宋正缺挂帅之人，谁能挂帅，都是大宋之幸事啊！朕决定让呼延赞老将军到三关去和穆桂英比试文韬武略胜者为帅。圣上圣明。佘老太君，朕命你为判官，主持呼延老将军和穆桂英的比武。圣上放心，老身一定是秉公执法。比试要公平。当然了，在这之前呢，你可以给你的孙媳妇出谋划策啊。杨将军呢，也可以给呼延老将军介绍军情。圣上所言极是，老臣遵命。大宋有救了，大宋的黎民百姓有救了。吾皇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拿回去吧。等呼延老将军打败了穆桂英，再宣旨。遵命。圣上，万一穆桂英胜了呢？有这种可能吗？那呼延老将军当年和杨令公不相上下。再说这几年，据说在白云观研修阴阳八卦，有这种可能性吗？输给穆桂英？圣上，臣说的是万一。啊，那就再写份圣旨一块烧着去。是，圣上。桂英啊，哎，太君已托人捎来书信，圣上又重新启用了呼延赞老将军。眼下他俩正星夜兼程赶来边关。儿媳对呼延老将军早有耳闻呐，听说他是智勇双全，戍边多年，是辽军无人能敌呀。正是。哎呀，要是这呼延老将军能来的话，助桂英一臂之力，击退辽军那是指日可待了。他不是来助你，是来跟你争夺帅印的，不必吃惊。事到如今，我就跟你实话实说，圣上并未命你为帅啊。依爹看呢，眼下形势严峻，既然呼延老将军前来，倒不如就坡下驴，交了帅印，这样大家都有面子。爹，呼延老将军能文能武，咱桂英也不差呀。再说，桂英她精力充沛，而且从来不按常规出兵，未必就逊色于那呼延老将军。而且前段时间桂英刚刚胜了萧天佐。你也太不知道天高地厚了。呼延老将军曾在边关屡建奇功，他又在白云观修道多年，眼下呢，可以说是宋营中最为合适的挂帅人选了。再者，圣上既然让八贤王去请他出山，这不也表达了这是圣上的意思吗？我们要是再不顺水推舟，那不就显得不明智了？爹，再说，你说桂英跟萧天佐对垒，可是并未出战。说他胜了萧天佐，
这不是显得太过牵强了？桂英啊，在。我呢，叫你来，就是要跟你打个招呼。虽然圣上要呼延老将军跟你比武，可这不过是走个过场啊，你切不可太过认真。我知道了。比试文韬武略的目的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挂帅。而挂帅呢，就是为了击退辽军。桂英，这还用我说吗？这可是太君之意。那倒不是，太君只是让我告诉你，让你做好和呼延老将军比试的准备。那桂英只有听从太君之命了。哎，我说桂英啊，你应该审时度势。不错，老太君世道变凉，去向圣上为你挂帅说情。可是现在情况有变嘛，圣上又推出了别人。不管圣上要举帅为何人，目的只有一个：击退辽军。告辞了。哎。老太君，呼延老将军，呼延老将军是你爷爷生前的好友啊，见过呼延老将军。这是老身孙媳穆桂英。呼延老将军，请，请。这呼延老将军呀，就像当年你爷爷一样豪气，老身就佩服这样的男人。也就是喜欢。来，请。老太君，这是您的孙子杨忠宝吧？正是。真像年轻时候的老令公啊！还不快跪拜老将军！这是您孙媳妇，果真是清亮俊秀，光彩照人呐！丫头啊，当年老夫和你爹交情很深，你爹不但武艺高强，而且用兵如神，老夫非常钦佩呀。老夫多次劝他归顺朝廷，可他就是不依。你看，到了最后，大家还不都是一家人吗？大伙儿也许都知道了，圣上让呼延老将军来三关和穆桂英比武，胜者为帅。圣上又让老身作为判官，老身定会秉公而断。老太君呐，比武的事儿，过几天再说吧。延昭啊，你先带老夫去检阅一下军队啊。是。还是以圣上指令为先吧。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啊！别看他老将军傲慢，他和你们的爷爷是一辈儿。是一辈儿，也不能傲慢无礼啊。你要是了解他的战史，就不会怪他狂妄了。我倒是听我父王说过，这个呼延老将军当年在边关，那是威名远扬啊。当年呼延老将军参战就有81次，无一败绩。最后，辽将看到他那双鞭都不寒而栗呀。呼延老将军那真是豪气之人呐！我记得爹曾跟我说过，当年2000辽军想捉拿他，都被他那双鞭
打的是四散而逃啊！是啊，杨老令公去世之后，就是他领兵戍边。不光如此啊，呼延老将军用兵如神呐，以少胜多的战力，数不胜数啊！燕昭啊，三战是怎么失利的？和老夫说说。哎，说起来汗颜呐，我自认为已经参透了萧天佐的阵法，胸有成竹啊。结果大大出乎我的意料。萧天佐布阵之玄妙，用兵之精到，都是我始料未及的。来，你仔细讲讲。好。奶奶，啊，老太君，哎，圣上让我们比哪个科目啊？这次比武你可是胸有成竹啊！那当然啦。看来真是我的好孙媳呀！哎，奶奶，您赶快把那呼延老将军的鞭法跟我说说呀。好啊。我猜那个老将军呀，肯定是对我不屑一顾，这才好了呢。你可知道他的双鞭是威震四海的啊！他当然不把你这小丫头放在心上。不过奶奶心里有数啊，你肯定能赢。真的？妈，五郎啊，你就把你那双鞭的绝招传授给桂英啊。儿遵命。谢武伯。武伯。好。桂英，哎，咱们俩试试。比试。干爹，你有喜啦！呸！那是跟男人说的话吗？那是你姐和姑爷的。哦。哎呦，又出事儿喽！啊！小飞哥又传来信儿了。哼，看看，你姐今天又要打擂比武，又跟人比。对。哎，你猜猜今天跟谁比武？不知道。呼延赞。呼延赞？对，跟我还有一面之交。哦。你说呼延赞也是，挺大的岁数，就是都不嫌。嗨，你说你在山里边下棋、喝茶、隐居深山老林多好啊！不，非出来叫板，讨厌。天门阵，无非就是利用阴阳八卦，将过去的阵法重新演化，变成了108阵，其中有长蛇阵、狮虎阵、天阴阵、地陷阵、白虎阵、朱雀阵、迷魂阵。总而言之，这108阵必须是天时、地利，还有双方兵力的寡众、士气的高下、给养的多少而定。娘。好，老太君，坐。呼延老将军，坐。哎，这第一仗，辽军用的就是长蛇阵。它看似纤细，首尾却能相顾，而且随意攻击一点，全部都可以把你围住。杨将军之所以战败，就是因为没有仔细了解它的变化。诸位，老夫今天就告诉你们，如何破解长蛇阵。
呼延老将军，何时想比试比试？老太君，我跟你孙媳妇比试，你就不怕她出丑吗？呼延老将军，穆桂英不怕出丑，向您讨教了。呼延老将军呐，既然圣上指令让你们比，那就跟我的孙媳妇儿玩一把。玩一把？这怎么是玩一把呢？这岂不是欺负你孙媳妇吗？我不怕您欺负我。听见了？初生牛犊不怕虎啊！娘，你孩儿看呐，这武就不用比了。呼延老将军对战胜萧天佐已经是心中有数，这不，正在给大家讲如何来破天门阵呢。帅印还没有归属，你讲这些为时过早啊！难道你真想让老夫跟你孙媳妇比吗？比试比试。呼延老将军，多谢您对晚辈的赐教，请赐教。太君呐，你说，老夫跟一个小丫头怎么比呢？该怎么比就怎么比。呼延老将军虽能击碎死物，但未必打得着穆桂英。你真不知天高地厚啊！呼延老将军，请。好，比就比。呼延老将军和穆桂英比武，开始。呼延老将军，您可千万别对我手下留情啊！老夫一支鞭，就打得你喊爹叫娘。穆桂英讨教了。你快呀！老将军，果然老了。桂英啊，我看不用再比了吧。呼延老将军已经掌握了你的刀法，知己知彼是最起码的常识嘛。呼延老将军果然厉害，您虽赢了我的刀法，但未必能赢我的剑法。桂英，故意布下玄机，不愧是兵家奇才，只可惜你是个女娃呀。谢呼延老将军，巾帼英雄自古就有，非穆桂英首创。说得好。说得好，看来大宋元帅
非你莫属了。木果，还不敲锣，快点！啊！哦！呼延老将军承让了。老夫双边打落过多少凶兵猛将，可没想到与你儿媳交战，却边边落空啊！桂英的武功与别人不同，老将军失手情有可原。他的武功尚且如此，他的阵法也定与常人不同。不瞒您说啊，我和太君还有宗保都和穆桂英交过手，全都败在了他的手下。哦，你以为他向东，他却向西。你根本想不到。所以说，桂英的用兵不按常理。老身请来呼延老将军和穆桂英，商谈明日比试阵法之事。圣上八贤王和老身商量过了，布阵阵法为天门阵。现在谁布阵破阵，以智权为准。呼延老将军，你选择正还是反？老夫选正。好，那穆桂英就是反的了。哎，那铜钱呢？面朝上为布阵者，反之为破阵者。你二位可同意啊？好吧。那各位就做个见证。穆姑娘，老夫已见识你的武功，可比阵法，绝不会输给你。是，穆桂英当向老将军好好讨教讨教。呼延赞、穆桂英听令，在。你们可以向他人了解对方和萧天佐，当然老身也不例外。若有人问津，老身都会和盘托出。你们布阵破阵，尽可能接近实战即可。是，你们二位下去准备吧。老身在此布好演兵台，静候二位在演兵台上一比高低。是，请。虽然老夫和萧天佐的师傅空山道人是师兄弟，但是老夫对萧天佐的用兵还不是十分清楚。你再给老夫讲讲你和他斗阵的详细情况。好。呼延老将军作战有个特点，同辽军作战，他从来不计较对方一点一滴得失，他还常常抛出诱饵，诱敌上钩啊。他还好声东击西，天子波之战，他用重兵围攻萧天佐，萧天佐调兵堵截，他却用轻骑绕道奔袭300里，烧了辽军成堆的粮草。呼延老将军经验丰富，又在白云观修道20余年呢。他的布阵一定是玄妙无比。研究呼延老将军的兵法，还不如去了解这个人呢。一个人的排兵布阵，都跟他的身世、个性和经历有关系。所以孙喜想请奶奶多给我讲一讲这呼延老将军平日里的一些事情。我孙喜甚是聪明啊。你想你姐可能用什么战法呢？用不知道。哼，傻小子，一定是锣鼓阵。锣鼓阵？对，你想想，咱木柯寨的女兵，
一个一个的排成1溜2溜，看了吗？看了。有彩云，有巧巧，菜花、木果、二公主、杨梅、小孟子全都有。对，你再听那动静，吓人呐！啊，不隆咚啪，不隆咚啪，咚不隆啪，咚啪，咚不隆啪，咚啪，咚咚咚咚这个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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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咚，这隆咚啪，这隆咚啪，咚啪咚这隆咚咚咚，这隆咚啪。好，就赢了，赢了。你说这呼延赞也是，他用什么阵法？我告诉你，牲口阵。他第一阵，他一定是牛马阵。牛马？第二阵，驴骡阵，驴和骡子。第三阵，他肯定是赶一群羊过来。你说就这家伙，你姐小时候他都干过，对，那能怕他？长鞭子一甩，咔咔咔咔咔咔，赢了。好，笑一个。快，等会儿我嗽嗓子呢。笑。给你姐拍拍手。舒服，爽。娘。哎呀，你老别太操心了。我看啊，你还是回去休息吧。明日他2人就要比阵法，老身怎能入睡啊？娘这么帮助桂英，您就以为桂英真的更适合执掌帅印？而倒是觉得呼延老将军更为合适些。他不光有边关作战的经验，而且精通阴阳八卦，与萧天佐对阵，那不光是旗鼓相当，应该说是获胜的把握性更大。你别忘了，萧天佐已经研究透了大宋将领的用兵之法。呼延老将军虽有胜算，而桂英他是个新人，萧天佐对桂英是陌生的，而桂英又不按常规去出牌，更有获胜之可能。这就是战场。呼延老将军布阵，穆桂英破阵。老身呢，就按你们的思路，在演兵台上演练。你们都是正人，2位还有什么想法吗？没有了。没有。那你们2位去东西两侧书写阵法，沙漏尽，阵不完，限时限刻。是。呼延老将军，请。请。计时开始。精兵摆出朱雀阵，然后向前推进。计时结束。好。
呼延赞以精兵1万，布下朱雀阵，向前推进。看他用什么阵法。小姐，你看，念。对方以精兵1万布下了朱雀阵，我们应该如何应对？计时开始。朱雀阵最大的特点是行动迅捷，但不耐强攻。这呼延老将军武风硬朗，却摆下这朱雀阵，其目的不是向我强攻，而是想诱我上钩。小姐对呼延老将军并不熟悉，为何这么肯定？奶奶跟我讲过呼延老将军的些事。此人用兵最大的特点就是大气，从不计较一点一滴得失，所以本姑娘认为，他其后还有别的阵法。3000人马迎击他，1万人马报仇迂回。小姐，您说朱雀阵是诱饵，为何还要上钩？将军，计时结束。什么在叫啊？这丫头什么意思啊？穆桂英到底想干什么？呼延将军，朱雀阵实为诱饵，这穆桂英上钩，岂不正合你意？他可不是平庸之辈，老夫比武就感觉出来了。精通兵法之人，不难看出朱雀阵是诱饵，可他却张嘴咬钩，更令老夫不解呀。哦，呼延老将军真是碰见对手了。穆桂英哪里是个小丫头，简直就是老谋深算的佘太君第二啊！奶奶，呼延老将军抛出诱饵，为什么桂英还要咬钩啊？那是笑而不答。更改阵法，这阵脚便会大乱；不改罢，这1万精兵就白扔了。老夫再冒一次险。先，朱雀阵向前冲杀，然后变成狮虎阵，占领全部阵地。计时结束。中路兵将
迅速强攻，将朱雀镇分割了，其余的兵将迅速围攻。好的，小姐，别忘了呼延老将军在后面又摆出了狮虎阵。狮虎阵是以步兵围成，看似来势凶猛，其实速度并不快。全歼朱雀阵，来到后营，向两侧后退，不但可以避开他的锋锐，还可以形成包围圈。将军，哎，八妹，你说他们两方谁能获胜呢？奶奶，哎，三娘，你说谁能胜？木果，怎么又让我说你啊？计时结束，比战结束。请。二位辛苦了，老太君。二位觉得谁能获胜啊？老夫虽胜，但却颇费力气。没想到桂英小小年纪，用兵竟如此老辣。正像杨将军所说，他不按常规出牌，老夫费尽心机才略胜一筹啊。当年和萧天佑斗法也没那么累。所以呢，这老夫虽胜，但也十分佩服少夫人。夸得好啊！那桂英，你觉得怎么样啊？孙媳侥幸赢了呼延老将军。什么？你是说你赢了老夫？你太过自信了吧？开！怎么，我的精兵全部被围？呼延老将军啊，您向对方主动发动攻势，可是穆桂英呢？她不是兵败，而是迂回，所以引起了这样的包围圈。老夫用兵历来以大局为重，没想到小小女子的大局观比我还强呢。行啊你，小丫头！你挂帅，我不但心服口服，而且心中千斤的石头全都落地了。谢呼延老将军。穆桂英接旨。臣接旨。杨延昭身患重病，同意免去元帅之职。由呼延赞，哎呀，错了。杨延昭重病在身，同意免去元帅之职，元帅由穆桂英接任，钦此。穆元帅，接旨吧。桂英接旨。谢圣上。